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股論今。今天是加東時間2026年3月6號。今天的最新消息，美國總統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有一條重磅宣布，說在伊朗無條件投降之前不會和他有任何交易。投降之後，伊朗被挑出來的新領導人再加上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才會不知疲倦地一起工作，把伊朗從經濟崩潰的邊緣拯救回來，讓伊朗的經濟前所未有的更大、更好、更強。這是他推文裡邊說的。儘管大家都知道川普是一個比較輕言的人，也喜歡用誇張的語氣，但是再輕言的總統也應該知道無條件投降代表着什麼意思，這句話有多大的分量。無條件投降和 total war 全面戰爭這兩個詞大家會看到經常一起出現。無條件投降是目的，全面戰爭是手段，因為你要求敵人无條件的跪下去嘛，所以也就意味着很可能你需要做全面的動員，輸出更大的力量。無條件也就意味着談判的大門徹底關閉了，萬事等敵人投降以後再說。一旦投降，戰敗國將沒有資格提出任何條件，由戰勝國安排一切，支配一切。那麼戰後的安排通常包括：第一，戰敗國被徹底解除武裝，被非軍事化；第二，戰勝國對戰敗國進行軍事佔領；第三，戰敗國進行政權重組。還不僅是政權重組經常意味着這個政治運行的基本邏輯都要發生變化，要訂立新的憲法，社會要從基礎上被重新改造。以川普這個人不嚴謹的特點，他也對個別媒體說，無條件投降這個事兒可以是伊朗自己宣布，也可以是把他幹到徹底無法再打下去，所以還不完全是我們理解的二戰無條件投降原則。不過這不影響我們得出結論，川普在追求一種更徹底的目標，以及有打算要左右伊朗的後續政治進程。那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提出了無條件投降原則的這一方就要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手段，把所有社會資源武器化投入到戰爭中去。如果对手是二戰当中的德日這種級別的對手呢，也就意味着除了打擊他們的軍事目標，還要打擊他們的工業能力、城市基礎設施和交通設施，要破壞敵人一切戰爭潛力。那這樣的話，軍事和非軍事化目標的界限就不那麼清晰了。而在美国這邊呢，則是要進入全國性的動員，進入戰時體制，大規模徵兵，以及把民用工業產能大規模的轉向軍用化，而且還要把貿易、金融和文宣所有這些手段都給武器化，務必摧毀敵人的戰鬥意志，不跪就死。除此之外，敵人別無選擇。當然，伊朗這種級別的對手美國是無需像二戰當中對待德日那樣進行全國性動員的。但是所有技能都要解鎖，一切手段武器化，這種意義上的全面戰爭應該是有必要的，也已經開始了。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知識背景要補充一下，依照美國的憲法，宣戰權在國會，所以從法律上講呢，現在伊朗還和二戰時候的德日不一樣因為美國並沒有宣戰，他們還不是美國的正式交戰國。那麼請問，總統有權要求對方無條件投降嗎？川普這個聲明確實並不違法，因為要求對方投降是外交和政治聲明，並不需要得到國會的批准。按照1973年的戰爭權利法案，美國的法律是允許總統先打，再通知国会的。當有緊急狀況發生的時候，總統可以先動用軍事手段，但是需要在48小時之內向國會報備川普的這個史詩狂怒行動就是遵循的這個程序，但是原則上要求，如果過了60天这個戰爭還要持續，就需要得到國會的授權了。所以2個月是川普面臨的一個現實的法律上的坎兒。但是作為軍隊統帥，談判和要求對方投降是在總統的職權範圍之內。二戰期間要求德日無條件投降這個原則也是作為政治聲明提出來的而不是國會的法案。那為什麼川普在這個時候突然拋出了無條件投降這個震撼彈呢？我認為是出於2方面原因。第一呢，是依據伊朗那邊的反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做出了強硬的回怼，那麼川普就要更加加碼把對方給壓下去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前總司令，同時也是最高領袖的軍事顧問，這個哥們兒呢，最近有個表態，說伊朗要全面動員要做長期戰鬥的準備，甚至還宣布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那麼這個表態呢，就被很多中文媒體翻譯作伊朗要賭上國運做最後一戰。那麼对於這種死撐，川普就給你來一個更橫的，相當於呢就是要把伊朗的強硬派
完全排除在未來的政治進程之外明確了他們就是美國必須要消滅的對象，是要傳遞出這麼一個明確信號。第二，就是戰爭已經取得的進展，讓川普有了更強的底氣，敢於提出要對方無條件投降。這方面呢，也證明我一開始的理解是有些偏差的。一開始我是認為，川普的主要目的是把伊朗這個政權做无害化處理，只要把他的核能力和導彈能力歸零之後，就可以隨時宣布勝利收兵了這樣就相當於給伊朗下了個罩，不管他怎麼亂。他這個搞危機外溢的能力有限，亂也是亂在伊朗四境之內。至於伊朗政權的變更是可實現可不實現的，但是現在看起來川普的想法更加徹底，打出了無條件投降這張牌之後，等於川普把自己的政治空間也給封窄了，這其實是需要相當魄力的。推測呢是基於目前空袭的進展和地面戰的準備，讓川普有了講這個話的底氣。當把伊朗的防空系統徹底癱瘓掉以後，美國和以色列使用一般制導的炸彈就可以了，就不需要用那種射程比較遠而且耗費比較高的導彈了，甚至用廉價無人機去轟炸就可以了。那這樣美國和以色列就有了無限彈藥供應的底气，就把戰爭的成本壓低了，在國內遇到的抵制也会比較小了嘛。另外，以川普的行事風格，當他做出一個升級的威脅之後，通常會有相應手段跟隨的。所以估計庫爾德人的地面攻勢，以及伊朗體制內部發生分裂某些地方發生嘩變起義，都是有可能近期會發生的。當川普提出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之後，就傳遞出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伊朗體制內誰先和強硬派切割，那誰就未來有可能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就會有生路，就會有前途。所以可以預計一系列變化已經在路上了。那麼事情進展到這一步，對於獨裁者心理防線的這個錘爆效應，也會比我們之前所預料的更加猛，而且來得也更快。說到這兒，先插播一條消息因為每一期看咱們節目的觀眾都不一樣，可能有的觀眾朋友還不知道，咱們的 Shopify 網店已經上線一段時間了，大家通過網址文昭 .shop 或者在這個 YouTube 視頻下方的櫥窗展示區都能夠看到。目前網店主推的一款產品是明目冷敷眼貼，也是我用過一段時間的。對於我這個歲數又每天要長時間在電腦前工作的人來講，現在也意識到了養護眼睛的重要性。你說牙壞了可以植牙，但是眼睛壞了就不那麼好辦了。那麼這款眼貼我自己用過以後，觉得在緩解眼睛疲勞，讓視覺更加清晰，工作更有效率方面是有效的。更詳細的介紹會放在今天節目的末尾。好，回來書歸正傳，前面提到伊朗目前的局勢對於獨裁者的心理防線起到了錘爆效應，這個效應比我之前預料的來得更猛也更快。為什麼這麼說呢？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哈梅內伊就是習近平害死的，雖然不是他直接加害的吧，但客觀上起到了這個效果。同時，中共也給自己制造了很大威脅，因為《金融時報》近期有報道說，摩薩德早就黑進了伊朗的交通監控攝像頭網絡。這套系統再加上人臉識別這方面的 AI 功能，在伊朗的用途和在中國基本上是一樣的主要是用來追蹤和監控抗議者，是維穩用途。但是當摩薩德黑進去之後，反過來这個功能就被用來監控伊朗官員自己了。金融時報說，以色列早在多年之前就獲得了這些攝像頭的訪問權限就發現其中有一個攝像頭角度經過精細調整之後，居然可以拍到哈梅內伊保安團队的停車场。通过這些攝像頭，以色列情報部門建立起了完整的伊朗高層保安團隊的檔案這些保鏢他們停車在哪兒停行車路線是怎麼樣的，工作時間表是怎麼樣的，哪些警衛負責保衛哪些高層，所有這些細節都在掌握之中。一位以色列的情報官對記者說，他們對德黑蘭街頭的了解狀況就和耶路撒冷街頭一樣那是門兒清。然後以色列又用 AI 工具對這些信息總結分類，就掌握到了伊朗高層的行動模式。比如說，通過交通監控系統，當你觀察到這些警衛處於某種活躍狀態的時候，你大概就能夠知道有相應級別的秘密會議在召開之中了當你觀察到這些警衛車輛的行車路線的時候，大概就能夠推測到開會的地點了，就厲害到這種程度。所以2月28號哈梅內伊他住所舉辦的那個早餐會，信息一發出，收到通知來開會的那些伊朗官員都還沒等出門呢他們的警衛剛剛開始進行保安部署的時候，以色列就知道了。
內塔尼亞胡馬上就打了一個電話給川普，川普立刻拍板發動斬首戰，時機稍縱即逝，所以川老頭還是相當有決斷力的。然而，伊朗這套交通監控系統加上人臉識別系統是從哪兒來的呢？大家應該都猜到了，就是主要從中國來的。主要的硬件供貨商是2家，一家是海康威視，另外一家是大華。最近有一篇很火的文章，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位美女研究員，叫做齐内布·里瓦布寫的，標題就叫做“對伊朗的打擊都是關乎中國”，裡面就提到了這一點，伊朗的監控系統，它的技術和設備主要來自於中國。除此之外，華為和中興也參與了伊朗通信網絡的建設。從2010年起，中興公司就負擔了一項任務，在伊朗的電話通信網絡和互聯網當中加載一套監控系統。然後好戲就來了，一旦這些電子化的網絡被美國、以色列黑進去之後，所有這些監控手段都可以反過來監控伊朗官員自己。更加要命的是，越是全国化的联網啊，这种反作用力的回旋镖来的就更猛，哪怕你逃離德黑蘭也沒有用啊，這就是比較有意思的一件事兒。逃離德黑蘭是2012年的一部奧斯卡獲獎影片，講的是1979年伊朗大使館人質危機當中有幾位使館工作人員怎麼樣在加拿大大使館的掩護之下被營救出來的故事。這次行動的代號是 Argo，電影的中文名呢是翻譯成逃離德黑蘭。結果現在不是美國人逃離德黑蘭了，換成伊朗官員自己逃離德黑蘭啊！所以這個現實的回旋鏢總是比電影來的更加有想象力。更加要命的是有了這個全國化的聯網之後，這些伊朗高層人物的車輛上下高速公路的出口，以及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同樣會被發現同樣會被跟蹤，也一樣逃脫不了被擊殺的命運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現在伊朗高層的心理壓力有多大。那你說這種情況，習主席慌不慌呢？既然中國產的監控設備在伊朗被美國、以色列完全滲透，什麼都看光光，那在北京不一樣嗎？沒準現在中央情報局的監控室就有幾個大屏幕，在放着中南海那些角落裡不為人知的隱秘呢。同樣把這個劇情再往前推演一步，中共攻台發生的時候，美國航母還沒到呢，先把這些圖像這些關鍵情報都透露給台灣那你說會發生什麼呢？中共這套監控系統本來目的是要讓老百姓都裸奔，都沒有隱私，結果讓自己完全沒隱私了在美國人面前裸奔那你說這事兒來得搞不搞？所以哈梅內伊被老朋友害得真不慘不僅中國產的防空系統什麼反隱身雷達一點作用都沒起，甚至中國產的通信系統、監控系統就先把它給賣光了。儘管現在北京的人大政協兩會仍然在開，一切看起來按部就班、風平浪靜，但是我們一定不要低估這種技術崩潰所造成的心理崩潰。領袖一旦發現自己處於裸奔狀態，會對他的決策施加重大影響。現在我們談中國經濟的時候有一個詞兒出現頻率很高，叫做預期改變。意思呢就是儘管有些指標看起來還不差這個社會上看起來呢也還是風平浪靜，人們的儲蓄率也很高，老百姓似乎也沒有到完全沒錢的地步。可是經濟為什麼就這麼冷呢？因為人們心態改變了，預期改變了。普通消費者不再看好未來，要為自己以後被裁員降薪留有提前量，因此就捂緊錢包不願意花錢。另外呢，大家也預期未來的物價會更低，所以當下消費更加被抑制了。就連北京金融街過去的那些高薪階層，被稱為金領的這群人，去年也大面積收到了要求退還績效獎金的通知。那很多人說，這個錢都花出去了，我上哪兒退呀？以至於為了解決這個需要，在北京還出現了一種新的貸款，叫做退薪貸。所以他們現在拿到績效工資也不敢花了萬一以後又讓你退怎麼辦呢？都得先存着。當過去支持高端消費的骨幹人群現在都變成了極端保守的儲蓄者之後，那你說消費還有希望嗎？所以預期的改變，它就會帶來行為方式的改變。那這個技術防線的失守，監控系統反噬當權者自己，也同樣改變了預期。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中共軍機的繞台飛行從2月27日起，也就是美國轟炸伊朗的前一天起就停了，到今天已經是第7天了。那這就是預期改變導致行為改變的一個明證。有人說這個繞台飛行暫停是因為習近平抓了一批解放軍的將領得緩緩氣兒。還有人說是為了川普3月底4月初訪問中國創造氣氛，不要搞得太緊張。其實都不得要領，川普的訪華具體日期還沒有定，並不需要提前那麼久就創造氣氛。
其實就是對當下刺激的應激反應，判斷接近開戰的時候，要先停下來觀察事態，不要自己往前搶，反而把美國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等打起來，哈梅內伊伊朗的最高領袖在開戰第1分鐘就被嘎了，中共一下就懵了，也就等於說他自己所設想的許許多多戰爭劇本瞬間無效了，他必須要重新構思自己的打法。而這個軍機繞台飛行呢，是中共攻台軍演當中的一個關鍵部分，所以要重新構思嘛，就得立刻按下暫停鍵。這2天我的評論區一直有人想淡化這一點他們說中國有核武器，那你美國來炸炸試試中南海安全着呢，他根本就不用擔心那個斬首戰。其實咱們講這個核遊戲反過來講也是一樣的。大家看一看，普京在烏克蘭已經打得慫成這樣了，無數次威脅要動用核武器，那他為什麼就不敢用呢？用那種小當量的戰術核武器，对於炸開烏軍的防線當然也是很有效的，可是到今天仍然不敢用。烏克蘭這邊是無人機多次遠程奔襲，打到了莫斯科，也炸到普京眼皮子底下了。普京的那個莫斯科不可侵犯的紅線也快被踩成紅地毯了，可是他仍然不敢在前線動用核武器。為什麼呢？因為一旦跨過核門檻這個預期就變了在美國和北約那邊就會認為這是一場嚴重升級的戰爭，那接下來想法就變成了核戰爭怎麼打的問題了。那許許多多的約束就會自動解鎖。當戰爭進入到這一階段以後，俄羅斯自己的戰爭潛力，它仍然是沒有辦法和美國、北約加在一起比的嘛。而普京自己也會成為被斬首的對象，他也沒有做好為國捐軀的準備，所以是不是按下核按鈕這一關在普京那兒就很難邁過去。從2025年到今天，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過了哈馬斯和伊朗2役，讓領導先走，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認可的戰爭形式。當人們把同樣的話題套在未來可能發生的台海之戰上的時候，那也就是預期在發生改變的過程。大陸那邊不是有軍迷在討論嗎？能不能對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也來這一手？那我們就假設中共真的對賴清德也搞斬首戰來這一套，但是沒有成功，那接下來台灣的反擊就成為理所當然。如果這個時候美國也把情報分享給了台灣，那你覺得台灣可以怎麼做呢？哪怕並不馬上以習近平為目標，但是以解放軍的集團軍和戰區一級的將領為目標總是可行的吧？同樣也能起到相當程度癱瘓解放軍指揮鏈的作用，而且還不至於觸發核戰爭。那麼當集团軍戰區一級的將領或者其他中共高層感到自己在領導先走的那個勾銷名單上的時候，他們還會執行習近平的戰爭命令嗎？所以有核武器它並不等於就對傷害免疫了，更加不等於保證勝利。美國開創出了一種新的戰爭形式，它就能夠改變規則，改變預期。毫無疑問，這是一項非常真實的優勢。今天我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數字集權。這個詞兒也是這2年曝光頻率很高，意思就是指高科技，特別是數碼科技這個東西，為中共的集權統治又注入了活力，它能夠把社會管得更溜了。這本身是所謂中國故事的一部分。雖然說在這個故事當中，中共作為壓迫者是個反面角色，但是共產黨很滿意這個故事的流傳，因為它看起來讓中共顯得更厲害了，老百姓更加不敢反抗了你看現在中共都會數字集權了，可是現在經過伊朗1役，這個高科技外殼已經被戳破了。數字集權它只有在外部力量不介入的情況下，關起門來整自己的老百姓管用。當有更強大的外部力量介入的時候，你看看党國領導人自己就變得更加脆弱了，他隨時都有可能自己性命不保。那麼請問這個外部力量有沒有介入呢？肯定已經介入了，因為中共很高調的轉向敵對美國已经有很多年了。那麼美國這邊的科技滲透和反制手段肯定也已經在進行中了。美國政府近期還要推出破網工具呢。以前呢，我也是認為在數碼這個戰場，中共更加強大它有一些非对稱的優勢，有什麼水軍有大外宣烏泱烏泱的撲上來搞認知作戰。然而在民主社會，你要花納稅人的錢搞大外宣搞水軍这個事兒是很難做到的。可是這個東西它的長處是在平時，真到了矛盾激化接近戰爭的時候，你100萬水軍也抵不上一個黑客呀。不是常有人說到底中共什麼時候崩潰你這兒老在說給一個準話呀確實你很難給出一個具體的跡象代表中共崩潰。比如說是不是銀行發生擠兌了，公務員發不出工資來了，中共就會崩潰呢？還不一定是這樣
中共抗危機的能力呢還是比较强的。我現在倾向于認為，當中共編出的故事紛紛破產，也沒有能力編出新的故事讓大家相信的時候，就接近它崩潰的時候了。好，今天這個話題就分享到這兒，謝謝大家。接下來是工商時間，介紹咱們網店上的產品 Wise Quest 明目冷敷眼貼。對我這樣每天看電腦屏幕能夠達到10小時以上的人來說，確實是很實用的。Wise Quest 眼貼使用的是薄荷、菊花、甘草這些草本植物，用的一種叫做透皮吸收的技術，貼在眼睛周圍的皮膚上，它的藥效就會被吸收進去。我使用一段時間以後呢，確實對於緩解眼睛的疲勞、乾澀還有視覺模糊效果非常明顯。這個小東西貼上去，感覺眼睛周圍涼涼的，馬上淚腺就分泌，幾分鐘之內就會有放鬆感。它最適合晚上使用，6片貼上去，睡一覺6到8個小時就能夠充分發揮作用，就相當於給眼睛做 SPA。對於高眼壓、飛蚊症這些常見的眼部問題也有很好的疏解作用。白天使用就是貼2到4片，對像我這樣的自媒體人，還有手機黨剪輯師、課業很重的學生，需要長時間盯着屏幕看的人來說，這是一款很實用的產品。大家通過訪問咱們的網店文招點 shop， 或者這個視頻下方的產品展示櫥窗欄就會看到這款產品，有1個月、2個月和3個月幾種不同的包裝。支持這個網店也是大夥支持我的一種方式所以謝謝各位。在文招談古論今這個頻道，咱們下次再見，是下個星期一，祝大家周末愉快。